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相信我们都有新年新希望的经验，或者是其他决定要改变的时候的经验。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？而现在的我们跟当时决定要有所改变的我们有什么变化呢？通常变化是一定有的，只是它很细微，或者是你很习惯，所以你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它正在发生。而比较不好的状况是我们想要的变化它并没有实现。最近呢，读到一些观点，加上对一些朋友和对我自己的日常行为深有体会哦。这起来小聊一下选择这件事情。这个选择不是说攸关生死的重大选择哦，而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各种小小的选择。所谓的后天发展，其实就是我们开局之后做的各种选择。我们要督促自己进步，要督促自己升级，尽量的玩好这一局人生游戏。通常都需要选择对我们长期来讲有帮助的选择。而这些有帮助的选择，通常都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它们都属于有阻力的选择。什么是有阻力的选择呢？它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不轻松，让你要推动你自己去做的那些费力选择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要实现长期效益，要实现进步的话，我们会利用日常的时间来选择学习、选择进修、选择学习新的技能，而不是轻松过日子、轻松的娱乐来实现长久的进步。但我们人大多时间都是很懒惰的。如果状况不是很紧急，不是需要到救火的程度，没有期限压力的产生，就没有动力开始进行你的动作，去做一些比较费力的事情。死到临头都只想要做轻松的事，能够躺着绝对不坐着。比方说，我们想要健康好看的身体线条，那我们需要控制饮食，需要规律的作息和锻炼，尤其是锻炼跟饮食哦。如果我们想要更有选择权的未来，则需要针对目标方向进行学习，去努力推动自己取得这些选择权，或推动自己进行创造性的活动。但比起开始今天的锻炼、今天的学习、今天的创作，让自己自然合理的延续不用动脑、被动的娱乐，显然是轻松愉快的选择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现在在滑手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要你停下滑手机这件事情，起身去运动，跟你继续滑手机再看2分钟，再看3个影片，哪一个比较轻松？你就是自然被动的去延续你原本看手机的行为比较轻松嘛，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2种方向哦。第一种方向是你很用力的去完成你要完成的事，但是呢，这些事情可能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，你无止境的拥有更高的要求，造成你自己巨大的压力，甚至产生各种病变。这样的人存不存在呢？可能你就是，可能你的朋友就是，不少人有这样的倾向。不过，我个人觉得多也不会比另外一种方向多，就是惯性的选择最轻松行动的这个方向。比方说，处在原地不作为逃避做决定，等待事情自己办好，或者是继续自己原本的不费力娱乐，这样的行为倾向就是选择最轻松行动的行为取向。什么事情都等他自己好。也许这个世界会给这样的人等到1-2个积极结果，比方说你放了10年不管的 SPYVOO， 但是呢，会有无数个原本能够使力的事情，在他变得来不及之后，让这些人抱怨早知道。但我必须有一点怒气的讲哦，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埋怨，因为我们自己软烂，因为我们自己的不作为，才让局势变烂的人，真的没有什么资格抱怨，因为当时会有很多我们能够做选择、能够采取行动的机会，但是我们或许全部选择放置 play， 这样你还能够期待什么变化呢？虽然很用力的生活方式、很努力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能让人生变好，但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，太放松的生活方式肯定让你的人生走下坡，除非你有祖上的余荫或者是其他一般人家无法取得的资源，不然通常都是走下坡的。我们或许没有超乎常人的坚韧，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，但我相信还是想要努力玩这局人生的我们，肯定愿意看到自己逐渐进步，对吧？这样的我们需要避开轻松无阻力的选择，我们需要避免做这样的决定。什么是无阻力的选择呢？刚刚有提到，就是惯性选择最轻松的行动，处在原地不作为，逃避做决定，或者是等待事情自己变好。或者我们用一个问题来分辨自己现在是不是在做最轻松的选择，问自己，我现在是在找借口躺，还是在做有意义的事？未来的我会怎么看待现在的我？这个扪心自问，如果这一关我们过不了，
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贪求当下短暂的轻松愉快，那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要避免的无阻力选择。我们这时候要做的就是带自己做一些有阻力的选择。这个阻力不用特别的高难度，基本要求有一点阻力就好，不用想得太复杂。比方说，我们想要开始投资健康的人，要求自己坚持早起5分钟，就5分钟，就300秒。你这300秒用来深蹲、伏地挺身各10下，完全是足够的，而且很容易达成，对吧？你要避开最轻松的赖床到最后一刻，多按一下闹钟让它拖延。你要避开这样的事情。又比方说，你想要有一点语言能力的人，下班下课后看一个英文单字、英文句子，不花5分钟，但长期下来，你一定会累积很可观的语言能力。大多数人宁可漫无目的的滑手机，直到就寝。多数人甚至直接刷夜，这些都是轻松但有害的选择啊。起床或下班的疲惫是我们很好的借口，但我们总愿意被动选择熬夜，相对于主动选择早睡被动选择熬夜是比较轻松的选择。大多数人理由很多，我的理由也很多，需要花费整天来下定决心，今天要来干正事了，或刚好都有状况来逃避我们自己的选择责任。即使只要求自己每天花少的可怜的5分钟，做有益的事，背个单字，做点小运动，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或大脑，这也必须要我们主动选择有阻力的选项。你是做最省力的选择，还是你只剩下这个选择呢？不作为跟被迫作为，被动任由事情的发展，把你应该要做出选择的责任丢到外界，让别人替你做选择，这个是最轻松、最省力而代价最大的生活方式。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甩锅，都是别人的错，我们是巨婴吗？但也正因为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主动让它变成被动接受的，所以我们对自己人生的走向没有影响力，好的坏的发展都不具发言权。如果我们想要更喜欢的生活、更健康的身体、更美满的关系，都需要我们主动耕耘，主动去推动我们的生命轨迹往那个方向发展。你如果什么都不做，一定往下走。既然是耕耘，就需要耐心下田，等待收获。不耕耘，就不要奢望丰收嘛。不要怪老天不下雨，先看看我们自己那个几乎全新的锄头。不管我们是谁或多或少都有所追求，或多或少都有想要做到的事情。如果事情不见起色，也许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够残忍，而只是因为我们做了太多毫无阻力的选择。我想也许最轻松的选择是我们被逼迫毫无选择的选择，而最省力的人生是我们完全没有选择权，被人家给摆布的人生。不需要想，不需要承担选择的责任，不需要推动自己做一些真正长期有益的事情。那么希望这期对我们都有一点点的警醒，还行的话记得3连订阅留言。我是 Byron， 我们下期再见喽。